你上一次换电视是什么时候了呢？你家里的智慧电视真的够智慧吗？邦尼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来看 Samsung 中高阶款 QLED 量子电视 Q80R。随着越来越多智慧设备加入生活，全新的 QLED 量子电视也能让你将 Android 或是 iOS 装置不再需要外接任何设备，直接将内容从手机投到大荧幕。同时，到了2019的今天，4K HDR 的电影影音串流平台更是随手可得。家用娱乐系统、游戏机性能变得更好，价钱也算还容易入手。电视在2019的现在，早就不只是看看电视，而是家庭娱乐的中心。究竟新世代的 QLED 量子电视表现究竟如何？一起来看看吧。今天帮你要带来的是三星2019的 QLED 量子电视中高阶款 Q80R 开箱评测。我们一样从外观设计说起，在设计上 Q80R 基本上继承了三星近几代 QLED 量子电视的设计风格，在边框上除了更窄，也采用了类似金属倒角的收边设计。相较起以往把边框做得好看的设计逻辑，近几年在面板技术越来越成熟的迭代之下，让边框变小变窄才是真正的潮流。从正面看上去，透过窄边框加上刚才说到的收边设计，能够有效的在视觉上让萤幕占比更大，让边框的视觉干扰降到最低。除此之外 ，Q80R 也继承了三星家电视的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 Q80R 支援零间隙壁挂架，透过内凹式的机背设计，预留了壁挂架的厚度，能够让电视更服贴在墙上。不论从正面看还是侧面看，电视的机背都会更服贴在墙面。当然，我相信你的问题来了，这么服贴，到时候要插各种线的时候，会不会不好插啊？当然，答案是不会的哦。Q80R 一样支援三星家的美型连接设计，有看到电视下方的一条透明线材吗？这次 Q80R 采用的是第二代美型连接线，在机身上你已经找不到任何电源插孔以及讯号插孔，不论是电源输入供给或是讯号，都是透过这条结合光纤跟电源线的美型连接线第二代进行传送。而美型连接线连接下方的极线盒，三星叫它美型极线器，在正面采用大面积的镜面设计，放在电视柜中不会显眼，而多了些沉浸。上方的设计则是采用了类似金属法丝纹的上盖。简单来说，不论是放在电视柜小隔间或是桌面上，其实都好看。而在背面的 I/O 接孔上，分别有上方的电源输入接孔，从左到右还有各式的电视讯号输入、AV 色差输入、光纤音效输出、网路线接孔、4个 HDMI 接孔以及美型连接线的接孔。而在左侧侧边藏了3个 USB 2.0 输入孔，也可以作为 USB 接孔的供电插孔，分别有2个 5V 0.5A 以及1个 5V 1A 的插孔。在 I/O 接孔上也逐渐转换成新世代的接孔标准，也算给的相当完整。透过美型连接线跟美型极线器的串联，实际上邦尼最有感的还是再也不用趴下去找讯号插孔，或是想着如何把一堆线藏在电视后面，结果最后还是垂在电视下面。现在都不用，只要一条线就可以。美型连接线真的是三星 QLED 量子电视在设计上还给家庭摆设的第一步。接着我们来看 Q80R 的实际体验吧。电视最重要的还是面板的性能以及显示效果，对吧？2019全新系列的三星 QLED 量子电视，邦尼想透过3个面向来跟大家聊聊。首先，在面板的显色能力上，三星 Q80R 一样是采用金属量子点显色技术，达成100%的色域空间。可以看到今年2019的 QLED 量子电视，包括 Q80R 在显色上都有很大的进展，在色彩的显示上相当鲜艳饱和，而在画面表现上则是更为明亮通透，并且透过8倍极控光直下式技术，一下。请问什么是极控光直下式技术呢？简单来说，要让萤幕亮起来，需要有光源打到面板上。而目前主流的技术有测光式跟直下式2种。传统的测光技术是在面板的上下或左右放入背光模组，再透过导光板让整个萤幕亮起来，但这就会造成在显示上边缘比较亮，中间比较暗的问题发生。在观看低光源场景时，因为还是要开启侧边的背光模组，造成边缘产生不均匀的亮度，更没有办法真实的还原明暗对比。而 Q80R 采用的极控光直下式技术，则是让背光模组平均分布在面板后面，能够更精准的控制分区的亮度，让亮部跟暗部都拥有更好的控制。
简单来说，采用直下式的电视，也就更有利于还原 HDR 影像的显示效果啦。另外，在可视角上，大家都知道 VA 面板的可视角表现普遍都不太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三星采用了双层控光技术来解决。简单来说，就是透过聚光涂层集中光线，再透过均匀光感涂层，让电视中的光源能够更均匀打亮整个面板，让各个角度都能够达到好的显示效果。如此一来，也让 VA 可视角普遍低落的问题得以解决。实际效果来看，不论是中间、左边、右边，或是极左跟极右，Q80R 在各个角度的色彩表现都还是相当不错，即使是坐在最侧边的朋友，也能够维持不错的观赏体验。而另一个让观影体验大大提升的，就是 Q80R 采用了三星家高阶机种才有的旧级黑面板。那旧级黑面板又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旧级黑面板在表面上有非常均匀且微小的凸点，能够将外部光线吸收，达到低反射的效果。实际表现上，在电视没有开启的时候，整片面板呈现沉静的黑；而在观看电影的时候，再也不会在电视上看到各种室内光线，也不用关灯才看得到低光源下的暗部细节。邦尼最有感的就是，即使电视旁边有一整面的窗户，在阳光打进来的时候，电视表面几乎不会产生反射。不用特别拉窗帘，就可以正常在白天达到良好的显示效果。旧级黑面板几乎能够吸收大部分的外在光线，包括坐在电视前面的你，再也不会看电影看到一半，结果在电视面板上看到自己了。顺带一提 ，Q80R 在 HDR 规格上达到了12倍 HDR， 并且支援主流的 HLG、HDR10、HDR10 Plus 3种 HDR 主流规格，但 Dolby Vision 并不支援。以实际体验来看，邦尼透过三星家的 4K 蓝光播放器 UBD-M8500 播放 4K HDR 的 X 战警天启，可以看到在低光环境中，场景内的黑色具有各种亮度层次，在暗部保持着纯净的黑，夜幕下的光线映射则是有着细致的光影呈现。极控光随之带来的就是，即使电影上下有着2条黑边，极控光也让边缘保持极黑的沉静，不干扰在观影时的体验。以 Q80R 来说，在 HDR 下最大的峰值亮度大约可以达到1500尼特左右，搭配旧级黑面板、8倍极控光直下式技术，在实际观赏的体验上真的相当不错。实际体验上，三星今年也在 Q80R 导入 AI， 并且搭载专用的量子尖端处理器 Quantum AI Processor 4K， 能够进行 AI 智慧生评。透过即时的辨识影像，针对每个像素进行画面降噪、边角修复跟纹理重建。当然，这一切都是自动的，大家只要在设定选单中启动智慧模式就可以咯。而在显示模式上共有4种，分别是画面更明亮通透、宽容度跟动态范围更高的动态模式、一般的标准正常2种模式，以及更有利于观看电影的电影模式。在所有模式之下，系统也都会自动侦测环境亮度，并且自动调整成最适合的萤幕亮度。音效部分 ，Q80R 搭载40瓦2.2声道喇叭，以电视内建喇叭来说，表现还可以。在音效的 AI 应用上 ，Q80R 采用了 AI 智慧音场调教，除了可以依照影片中的场景进行分析之外，更可以在设定中启动检查电视空间，让电视自动侦测电视摆设的环境，自动调整成最适合的效果模式。不论是影像或是音效，实际上只要打开智慧模式，就可以得到最好的观赏体验咯。接着，邦尼想特别介绍 Q80R 所随附的遥控器。随着电视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遥控器也越来越多，这时候 Q80R 随附的智慧型单一遥控器就显得相当好用。首先是大部分的机上盒、家庭剧院跟蓝光播放器都已经内建讯号在系统内，只要经过设定，就可以透过三星电视随附的一支遥控器马上使用。重点是讯号源不分厂牌，只要系统有收录就可以使用。以 MOD 遥控器为例，只要在简单的设定后，就可以透过一支遥控器控制转台、音量等等，也可以操控主画面选单等等。而在周边上，如果是 Samsung 自家的家庭剧院跟蓝光播放器，在接上后就会自动辨识型号，连设定都不用设定，插上后就可以直接透过电视遥控器控制蓝光播放器的一切功能。在各种设备上都只要一支遥控器。以系统整合来说，三星还是相对完整，而在下半部则是有许多快捷键，在启动跟切换的时间都非常快速，无论是 Netflix 或是浏览器，几乎都是秒按秒开。而邦尼最喜欢的，则是电视开启跟关闭待机时的动画，就像眼睛张开一样，相当顺畅。当然，三星 QLED 量子电视也能够让你的手机变成遥控器，不论是 Android 或是 iPhone， 都可以下载 SmartThings App 进行设定。
而在附加功能上，随着电视也可以独立启动 App 以及控制各种系统运作，在效能跟资源控管上也就更为重要。相比起许多智慧电视，用久了就会卡卡的，三星 Q80R 的操作界面以顺畅度来说，绝对是前段班。而在设定选单中，也提供了电视装置管理员，就跟手机一样，可以自动清理记忆体跟关闭背景的应用程式，这点算是相当贴心。在应用程式上，这次在电视中也已经内建了 YouTube、Netflix、Prime Video、Google Play 电影，以及最特别的 Apple TV。没错，三星已经首播内建了电视版的 Apple TV， 现在不用额外再购买 Apple TV 的机上盒，就可以直接在三星电视中下载 Apple TV App 应用程式。而使用上，只要登入 iOS 账号，就可以选择租用或者购买 Apple TV 的电影。除了 Apple TV， 这次 Samsung 的 QLED 量子电视也支援 Apple 家的 AirPlay 2。如果是 Apple 装置的使用者，不论是 Mac、iPhone 或是 iPad， 只要你的装置支援 AirPlay 2，就可以透过画面上的这个 AirPlay icon 进行无线投影，点下后就会出现你们家的 Samsung 电视。成功连接后，就可以将所有 Apple 装置的画面及时投影到大电视上，在延迟表现上也相当不错。如果是播放影片，就几乎不会感受到延迟。如果是三星自家的 Galaxy 装置，就更加完美咯。以 Galaxy S10 Plus 为例，你可以在通知选单的 Smart Things 找到你的 Samsung 电视，点下后除了可以当做稍早提到的遥控器开关电视控制音量之外，透过 Smart View 功能，也可以直接将 Galaxy 手机的画面投影到电视上。这样还不够哦，你还可以把电视的画面投影到手机上。没错，你没有听错，你可以在手机上同步看到电视的画面，不论你在家里哪个角落，都可以及时看到电视画面。重点是在画面同步跟画质表现都相当不错。而如果是 Windows 10的使用者，除了可以透过 Remote Access 同步 Windows 电脑的画面之外，也可以将键盘滑鼠接上 Samsung 电视的美型集线器，就可以直接透过电视来控制 Windows 电脑。以邦尼团队的工作室来说，电脑在办公区开着，就可以直接在客厅的大萤幕上，透过电视外接的滑鼠同步操控电脑。以简单的文书作业或是看看影片来说，还是相当方便。整体来说，三星电视在苹果 AirPlay 2、自家 Smart View 跟 Windows Remote Access 的整合之下，几乎所有你想得到的装置都可以舍弃有线连接，直接透过无线的方式投影到三星电视上。重点是在同步表现跟可用性上都非常好。以系统整合来说，三星电视绝对是当中的前段班。刚刚说到，三星将连接线重新设计，是为了将电视还给居家摆设的第一步。那第二步是什么呢？随着电视的画面表现越来越好，第二步当然就是让电视结合进环境啦。所以三星推出了一个变色龙模式，在效果上总共有4种，包括特别版跟摆饰当中邦尼最喜欢的 Light Grid 氛围灯模式、资讯模式、我的相簿模式，以及邦尼也很爱用的艺术作品模式。尤其是这张 Aurora， 对于居家摆设来说，因为 Q80R 不会反光，可视角表现又好，系统又会根据环境自动调整亮度，所以电视不会有巨大发光体的突兀感。在变色龙模式下，更会显得低调沉静。邦尼认为变色龙模式要说融入环境，不如把电视当成画框会更合适一些。在 Aurora 这张照片下，电视确实就像一幅作品挂在墙上，有时邦尼就这么开着一整天，一个人写稿工作时，心情也跟着更为平静。除此之外，如果你是个家机玩家， Q80R 同时也可以是你的超大电竞显示器。 Q80R 除了拥有非常低的画面延迟外，更支援 AMD 家的 FreeSync。 我们实际接上 Xbox One X， 在电视设定选单中就可以直接启动 Xbox， 而且在启动 Xbox 后，就可以看到在设定选单会自动出现游戏模式。邦尼也建议大家开启。接着我们到 Xbox 的影像输出选单中，可以看到除了可以支援 4K 60Hz 之外，也可以支援 Xbox 的 1440p 120Hz。 以 Tom Clancy 的 Division 这类 FPS 游戏来说， 120Hz 的刷新率搭配上 Q80R 非常低的画面延迟，游戏爽感还是相当高。最后，邦尼也来总结一下 Q80R 在各种环境跟画面时的表现。在电视节目、YouTube 这类生活影音上， Q80R 在色彩表现相当自然饱和通透，并且搭配高亮度而且具有低反射的救急黑面板，
Q80R 在一般环境中，即使家里开着灯，或是早上阳光照射之下，面板几乎不会产生反射，在画面上亮度足够，依旧清晰可见。而在观看 4K HDR 电影时，采用的8倍极控光直下式技术，在够黑跟够亮的结合之下，Q80的动态对比表现非常不错，更是能够精准掌握明暗对比细节，也让亮部跟暗部都能够有更好的画面表现。而如果是游戏玩家，更是可以直接上 Q80R， 除了延迟非常低之外，也支援 FreeSync， 完全可以满足大部分家机的需求，将游戏画面中的 HDR 表现完全呈现出来。邦尼认为 Samsung 新一代的 QLED 量子电视，除了掌握优势并填补不足外，透过自家软硬体整合优势，再结合今年全新的 AI 智慧技术，只要打开智慧模式，就可以达到最好的观影体验。更重要的是，今年三星在功能下放上依旧相当大方。以 Q80R 来说，也同步搭载了以往高阶机种才有的极控光直下式技术跟救急黑面板等等，在观影体验上加分不少。而以实际体验来看，今年的 QLED 量子电视除了在操作上更顺畅，几乎是秒按秒开外，附加功能也都更简单智慧。以无线投影来说，几乎支援了所有无线投影方案，是智慧电视中非常优势的组合。Q80R 是一款能够符合更多使用场景的新一代电视机种。如果你正在找一款符合新世代需求、拥有居家美学、画面表现极致中的前段班，又同时拥有各种智慧功能，满足家庭剧院、游戏玩家的电视，那 Samsung 2019全新的 QLED 量子电视千万不要错过喽！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Samsung Q80R QLED 量子电视进行投票，或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团队，你还想知道三星 QLED 量子电视哪项功能，或想看的产品测试。对了，快点到 Facebook 私讯邦尼的粉丝专页找邦尼 AI 小助理玩吧。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追踪我们的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加入 Line@ 跟我们讨论。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